封魔剑一出，顿时大地巨颤，狂风四起，整座大殿都是陷入了一片混乱。过了许久，才渐渐平息。而当那股威势消退之际，人们能够清晰地看见，楚风还站在原地，但是他的手中却握着一把乌黑色的大剑，而那把乌黑色的大剑正是封魔剑。这怎么可能？他竟然真的拔出了封魔剑！看到这一幕，几乎所有人都是目瞪口呆，感觉一切是如此的不真实，甚至有些人被吓得连身体都在发抖，因为他们之前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个年轻人会真的将这封魔剑拔出来。封魔剑，那可是除了魔宗之主外，没有人能够拔出的王兵，连4大护法都不行。这个年轻人竟然做到了，这叫在场之人如何能不吃惊？混账，你何德何能，也配拿封魔剑？这一刻，幽冥灯勃然大怒，身形一纵，竟然将他那4品武王的气息爆发开来，向楚风扑杀了过去。他竟然对楚风出手了。然而，幽冥灯还未靠近，一声滔天巨响突然传来。与此同时，楚风手中的封魔剑便爆射而出，竟然带着楚风飞天而起，破开了这宫殿的顶部后，又突破地宫，来到了天际之上。那是什么？是什么从下面飞出来了？那是一个人，似乎是我残夜魔宗的人。究竟是谁啊？好像从来没有见过。地表之上的人还不清楚地宫内的变化，突然有一件物体从地底冒出，并且直冲青天，使得地表之上的残夜魔宗大军吃惊不已，一个个的抬头观望，好奇地打量起来。而与此同时，地宫内的众人也是开始纷纷飞跃而出，来到了地表之上，因为楚风拿走的可是残夜魔宗的至宝封魔剑。但是当他们来到地表之后，才发现楚风并没有走，他此刻正站在天际之上，并且此刻的天地也正因楚风的出现而发生变化。平静的天空浮现出滚滚乌云，那一道道粗壮的雷霆宛如一条条狰狞的巨龙，在楚风的身边闪烁舞动，保护着楚风。最主要的是，那封魔剑之中还不断散发出黑色的烟雾，烟雾四下舞动，发出刺耳而狰狞的咆哮，就如同魔鬼的哀嚎一般，异常的恐怖。并且那黑色的烟雾越来越多，到的最后，这片天地都被那黑色的烟雾所笼罩。最主要的是，阵阵哀嚎虽然围绕着楚风，但却并没有伤害楚风，反而像是在守护楚风一般。怎么回事？那封魔剑竟然在保护他！见到这一幕，莫说是其他人，就连幽冥灯3位护法也是彻底迷糊了。幽冥灯，我拔出封魔剑，便是你残夜魔宗的宗主，你不但不给我下跪磕头，刚刚还妄想对我出手，真是大逆不道，此罪当诛！楚风手持封魔剑，指着下方的幽冥灯呵斥道：“什么？那是封魔剑？难道是我残夜魔宗的至宝封魔剑？”而楚风此话一出，无疑是在告诉在座的所有人，他成功的拔出了封魔剑，获得了统领他们的资格。怎么办？宗主生前的确说过，谁拔出封魔剑就可以做宗主，并且我们要无条件的臣服。这一刻，很多人慌了。虽然楚风拔出了封魔剑，但是让这样一个来历不明的家伙统领他们自然心不甘情不愿。你究竟是什么人？幽冥灯开口问道，话语之中没有丝毫的尊敬，反而是充满怨气与怒意。你很想知道我是谁吗？那我便让你看看我到底是谁。楚风哈哈一笑，随后大袖一挥，当那袖袍自脸前滑落之际，楚风的面容已然转换，化作了自己本来的面目。楚风，他竟然是楚风！而见到楚风真容之后，在场之人更是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有的是兴奋无比，有的人感觉不可思议。哪怕许多人是第一次看见楚风，但是他们却都能够认出楚风，毕竟楚风早就是东方海域的名人，他的通缉令更是曾贴边东方海域的大街小巷。莫说残夜魔宗的人，就连许多平民百姓都知道楚风的样貌。楚风兄弟，是你吗？真的是你吗？你并没有死。而这一刻，玄霄超与扶风明更是狂喜无比，一个个的大声呼喊道：“要不是他们的师尊阻拦，此刻定然会拔空而起，与楚风激情相拥。”因为他们与楚风的关系都很不错，尤其是当初听闻楚风很可能已经死了后，更是伤心了好一阵。如今得知楚风没死，自然是喜出望外，兴奋不已。玄霄超大哥，的确是我并没有死，我从缥缈仙峰逃了出来。楚风点了点头，对于玄霄超他们，楚风也很是欣赏。真的是楚风，太好了！我就说此子怎么会如此妖孽，原来他是楚风所化。楚风是我东方海域从未出现的天才，如今又拔出了封魔剑，的确应该让他当宗主才对。而确定了楚风的身份之后，人海之中更是一片欢呼。由此可见，残夜魔宗的大部分人对于楚风当宗主都能够接受，甚至他们都很希望楚风当宗主。虽然楚风加入残夜魔宗的时间很短，但是他的事迹却让残夜魔宗的众人心服口服，都觉得他这样的天才才能够让残夜魔宗更为繁荣，是最具备当宗主的人选。之前碍于4大护法的存在，他们不敢说这种话，可是今日楚风已经拔出封魔剑，成为了宗主大人选中的接班人，他们终于敢说出心中的想法了。楚风，我早就知道你加入我残夜魔宗心怀不轨，果不其然，你是为我残夜魔宗的至宝封魔剑而来。今日你休想活着离开残夜魔宗，众人听令，此子非我残夜魔宗之人，却敢盗取我残夜魔宗至宝，理当格杀勿论。凡是我残夜魔宗之人，无论是谁，只要将楚风斩杀，便是大功一件，我有重赏。然而就在这时，幽冥灯却指着楚风，怒声呵斥起来，竟然下达了封杀令！什么？杀楚风？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要杀楚风？楚风不是我残夜魔宗之人吗？楚风是为了封魔剑才加入我残夜魔宗的，这究竟是真是假？该不会是谣言吧？不管是真是假，但是楚风为了救我残夜魔宗之人，与诛仙群岛之人拼死相战，这是真的。我们怎么能够动手杀楚风？可是令幽冥灯想不到的是，他的这番命令下达之后，
竟然没有一个人出手，甚至很多人还向着楚风说话。幽冥灯大人，您之前不是说了吗？宗主曾有遗言，不管是谁，只要能够拔出封魔剑，就可以做我残夜魔宗的宗主，而我等必须听从他的调遣吗？就在这时，刘老再度站了出来，放肆！你多次替那楚风说话，是不是你与那楚风是一伙的？见状，幽冥灯怒声斥道：“幽冥灯大人，我觉得他说的对，宗主遗言是您亲自说的，而楚风拔出封魔剑是我们亲眼所见，我觉得我们应该听从宗主的遗言才是。可是令人想不到的是，土行王竟然也开口说话了。三位护法大人，在没有宗主之前，你们便是我残夜魔宗的最高领袖。可是哪怕如此，你们也应该听从宗主的遗言才是，否则哪怕你们实力再强，又何以服众？何况楚风又并非不知底细之人。想当初在狂风平原，楚风为了救我们，拼死与诛仙群岛大战，不只是我们兄弟见到了，玄霄超、幽童寒、傅风鸣也见到了。幽冥灯大人，你不也是见到了吗？难道这样一个为我等尽心尽力，甚至为我等的性命，敢拼掉自己性命的人，会对我残夜魔宗图谋不轨吗？与此同时，水星王与火星王也是开口说道，并且言辞非常激烈，简直就像是在打幽冥灯的脸。想当初在狂风平原，幽冥灯那样对待楚风，他们碍于幽冥灯的实力就忍了。可是今日他们不能忍，因为再忍，幽冥灯很可能就会杀掉楚风。诸位，楚风对我残夜魔宗之人如何？相信你们都有耳闻。楚风的潜力如何？相信你们也都是听过。楚风如今拔出了封魔剑，成为了宗主的接班人，你们大家说他配不配？突然，人群之中有人高呼一声，并且声音异常响亮，响亮到在场之人都能够清晰的听见。嘿！残夜魔宗千万大军齐声高呼，声音当真是如雷贯耳。而这样有力的声音，更是彰显着残夜魔宗众人希望楚风做宗主的渴望。一群愚钝的饭桶，此子来历不明，岂能让他当我们的宗主？听到那声声呼唤，幽冥灯更是气得脸色发黑，差点心肝脾肺都气炸掉。他实在忍无可忍，所以干脆不再隐忍，也不再废话，身形一纵，便拔地而起，夹带着自己那四平五王的磅礴威压和那搅乱虚空的恐怖气息，掠向了天际。他再度对楚风出手了。然而，当幽冥灯出手之际，那围绕着楚风的烟雾便夹带着刺耳的哀嚎，向幽冥灯攻掠而来。谁能挡我？不过，幽冥灯好歹也是四平五王，只见他一拳轰出，那片虚空都是瞬间碎裂，而那些黑色的烟雾也是被其瞬息轰散。不过那些烟雾散了又聚，聚了又散，不但没完没了，更是越来越多，宛如千军万马一般，不断的向幽冥灯扑杀而来，很是难缠。快看，就连那封魔剑都在守护楚风，他这是想让楚风做他的主人。柳牢指着天际，大声呼喊道：“太不可思议了！据说这封魔剑非常的傲气，哪怕是当年的宗主，也只是能够使用它，并没有真正的掌控它。可是这封魔剑却这般护着楚风，难道真如刘老所说，是这封魔剑想要认楚风为主人？”见到这一幕，在场之人也是惊叹连连，都觉得刘老所说之话言之有理，莫非这真是天意？事实上，莫说是他人，就连四大护法之一的邪喜月，此刻也是柳眉微皱，眼中涌现出了惊叹之色。师尊，帮帮楚风吧！我了解楚风兄弟，他绝对不是图谋不轨之人。相反，如同水星王和火星王两位大人所说一样，当初在狂风平原，若不是楚风，我们也许早都死了，你也再也见不到弟子了。就在这时，玄霄超开口祈求道。听得玄霄超这番话后，血喜月也是有些动容。身为四大护法之一，不管他处事如何，但绝非不明事理之辈。他能够看出楚风是个人才，只不过对于楚风的背景，他却也如幽冥灯一样有所怀疑。幽冥灯罢了，就连那封魔剑都想让楚风做宗主，你又何苦这般呢？还是按照宗主的遗言做，就让这楚风做我残夜魔宗的宗主吧。突然，那傅连生开口了，并且他语句之诚恳，可见他的这番话是真心的。傅连生，你真是糊涂！此子来历不明，天知道他有何意图。万一他是与我残夜魔宗有仇之人，日后带领我残夜魔宗走向灭亡，那谁来背负这个责任？幽冥灯软硬不吃，谁的话都听不进去。说话之间，他的眼中闪过一抹狠色，对着那远处天际的楚风大喝道：“楚风，这封魔剑的力量，你根本发挥不出来，别以为他保护你，你就能够安然无事。我要杀你，谁也拦不住！”突然，幽冥灯暴喝一声，随后一掌轰出。这一掌轰出，顿时用力奔腾，狂风大作，天地变幻之间，竟然汇集成了宛如空气一般的滔天巨浪。那巨浪一层叠着一层，滚滚来，碾压一切。这并非寻常的攻击，乃是一种七段武技。虽是七段武技，但在这位四平五王的手中，却发挥出了极为恐怖的力量。一时之间，那些守护着楚风的黑色烟雾连连退散，根本无法抵挡幽冥灯所施展的七段武技。就如同幽冥灯所说一般，哪怕封魔剑再厉害，可是毕竟楚风实力太弱，无法发挥出封魔剑的真正威力，根本就无法与他这位四平五王抗衡。想杀我，可没有那么容易。虽然封魔剑的力量无法抵挡幽冥灯的武技，但却是大大的减缓了那武技的速度，这给楚风提供了足够的反应时间。所以楚风意念转动，磅礴的青色气焰便自脚下升起，一声龙啸响起之际，青龙疾行术已是出现在脚下。楚风手掌魔剑，脚踏青龙，意念微转，便随心而动，竟躲在众目睽睽之下，躲开了幽冥灯的七段武技。而与此同时，楚风的气息也是在此刻散发而出，暴露无遗。七品武军，楚风兄弟竟然已是七品武军。感受到楚风的气息之后，傅风鸣不由倒吸一口凉气。妖孽，这也太他娘的妖孽了！想当日在狂风平原，
他还是5品5军，怎么如今就已是7品5军？楚风兄弟，你这种进步速度未免太恐怖了一些吧？而玄霄超同样被楚风如今的修为所吓得不轻，但是吃惊归吃惊，他的脸上却尽是激动之色。他是发自内心的替楚风感到高兴。事实上，这一刻所有人都是大为震惊，因为楚风名气很大，所以他的修为也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可是几乎每次楚风再度出现，修为都会得到增进，这种速度简直让人叹为观止。楚风，你今日在劫难逃，但是相比于他人，那幽冥灯眼中的杀意可就是越来越浓。因为对于他来说，楚风的修为增长得越快，对他的威胁就越大，所以他必须趁现在就将楚风了结，否则后患无穷。受死吧！想到此处，他再度出手，袖袍卷动，风起云涌，磅礴的武力竟化作千军万马，在天际奔腾之间，所向披靡，势不可挡。这乃是一种9段武技，看来这个老家伙是彻底被我激怒，要动真格的了。看着那汹涌来的千军万马，楚风则是轻笑一声。虽然这一击他无法抵挡，但他却丝毫不惧，因为他很清楚，他的身后可是有位更强的人物守护着他。血喜月一起出手，不能让幽冥灯杀了这楚风。事实上，此刻傅连生已是纵然起身，准备出手解救楚风。此子真乃妖孽，不管他是何来历，都必须要护他成长。而见识到了楚风如今的修为后，血喜月也是纵身飞起，不仅要救楚风，他还准备拥护楚风当宗主。此子我必除，谁都别想救他。感受到傅连生和血喜月出手后，幽冥灯则是咬了咬牙，不但没有停留，反而释放出全力，催动自己那9段武技，是要斩杀楚风。与此同时，他也再度向楚风飞掠而去。9段武技本就强悍，在4品武王的全力催动下，更是所向披靡，千军万马奔腾与天际，连虚空都被震成了粉碎，那种威势几乎无物可挡，哪怕封魔剑的力量也是不行。不好，这幽冥灯是怎么了？竟然如此不理智！见到这一幕，傅连生再是眉头微皱，因为他知道幽冥灯若是诚心斩杀楚风，那么他现在出手已是来不及了。幽冥灯，你老糊涂了不成？如此人才，你怎能除掉？而血喜月更是愤怒的怒斥起来：幽冥灯大人，那可是咱们的宗主，斩杀宗主乃是以下犯上，大逆不道，望您三思啊！与此同时，在场的许多残夜魔宗成员都是一同高呼起来，几乎所有人都在向着楚风说话：都他娘给我住嘴！我说了，此子必除，今日谁都别想救他。而众人越是这样，越是增强了幽冥灯对楚风的恨意，咬牙切齿之间，便再度加强攻势，这是要将楚风轰击的魂飞魄散，连肉身都不想留下。谁都别想救他，你可真是好大的口气！我今日倒是要看看，有老夫在此，谁敢伤我弟子分毫！然而就在众人皆是无能为力，觉得楚风必死无疑之际，一股极为恐怖的气息突然自人海之中爆发开来。与此同时，一道身影以比光还要快的速度自地表爆射而出，来到了楚风的身前，并且当他站到楚风身前之后，连动都未动，只是一股威压席卷而出，便使得那方虚空剧烈崩碎瓦解，连幽冥灯的9段武技也是瞬间烟消云散。好强的力量！是谁？是楚风的师尊，是楚风传说的师尊。他先前明明说了，楚风是他的弟子，太厉害了！楚风的师尊竟然这么厉害，这究竟是何方神圣？而突然之间的出手，更是引得在场之人大惊。他们听到了先前邱残风的声音，但却没有见到邱残风的身影，都单纯的以为只是楚风传说中的师尊出场了。刚刚那个声音，不过相比于其他人，傅连生以及血喜月还有幽冥灯3人，可就是眼前一亮，因为那个声音，他们听着是如此的熟悉。此刻，傅连生与血喜月也是来到天际，他们大袖一挥，便将那肆虐的涟漪抵消开来。而当一切恢复之际，邱残风的身影也终于是浮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之内。邱残风大哥，真的是你？尽管早有猜测，但是当真正见到邱残风之后，傅连生3人仍是大吃一惊。那是邱残风大护法，真的是邱残风大护法。邱残风大护法没有死，他老人家没有死，这实在是太好了。而至于残夜魔宗的其他人，此刻更是狂喜无比，甚至有些人已是激动的潸潸落泪，因为邱残风没有死，这对他们来说绝对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傅连生、血喜月，真是许久不见啊！邱残风看着2人淡淡的笑了，不管之前如何，但是先前2人有心救助楚风，这让邱残风对他2人生出了些许好感，至少在面临大局之际，他们还是为残夜魔宗着想的。邱残风大哥，你已经踏入了5品武王，这可真是可喜可贺呀！血喜月笑眯眯的道，换作是之前，邱残风修为超越他定然会极度不爽，但是如今残夜魔宗面临大难，邱残风的实力变强，这对于残夜魔宗来说绝对是件好事。邱残风大哥，你刚刚说这楚风是你的弟子，而就在这时，傅连生则是开口问道。傅连生此话一出，全场顿时一片安静，所有人都不再说话了，而是一个个举目观望，紧紧地凝视着邱残风，等待着邱残风的答案。对于千万余人那渴望的目光，邱残风则是微微一笑，以平静却又异常响亮的声音说道：没错，楚风就是我邱残风的弟子，不过我不想让人知道他与我有关系，不想让他借用我的名声得到大家的帮助，我想让他依靠自己成长，所以之前一直让他隐瞒我是他师尊的事实，不让他对任何人说起他是我的弟子。事到如今，我很欣慰，因为他没有辜负我的期望，哪怕没有我这个庇护伞，他也依然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
在东方海域混得风生水起，我已能有这样的弟子为傲，我已能做他的师尊而感到自豪。邱残风此话一出，顿时是在人群之中掀起一阵轩然大波，所有人的情绪都被他的这番话所改变，因为他的这番话已经明确地告诉了所有人，楚风就是他邱残风的弟子。而如果楚风真的是邱残风的弟子，那性质就完全不一样，那说明从一开始，楚风就是他残夜魔宗的人，并且还是如今残夜魔宗最强之人的弟子。何况楚风还拔出了封魔剑，这样一来，于情于理，楚风都配坐上宗主之位，真的是想不让楚风做宗主都难，并且楚风做宗主的话，也没有人敢有所不服。相反，这乃是人心所向。不过可惜，楚风的才能虽然展露无遗，但却也招来了他人的嫉妒。外人对付他欺压也就算了，竟然连我残夜魔宗的人也对付他，这可真是令我心寒啊！突然，邱残风悲愤交加的叹息一声，说话之间还将目光投向了幽冥灯。这一刻，幽冥灯顿时身体剧烈一颤，此时他的内心极为不安，可谓恐慌到了极点。首先，楚风是邱残风的弟子，就已经让他极度恐慌，因为这说明他之前的怀疑都是错的，楚风乃是真心帮他残夜魔宗，因为他本来就是残夜魔宗的人，而他给楚风所加上的罪名就等于无效。本来残夜魔宗的众人就已经向着楚风说话，觉得他是大逆不道，觉得他是以下犯上，人们都有意让楚风当宗主，但是他却执意妄为，要斩杀楚风。现在这样一看，他就真的是大逆不道，以下犯上了。其次，若是邱残风的修为与他一样，那他最多是理亏，可是以他的身份和地位，也没人能够将他怎样。但是现在，邱残风的修为竟然已经超越了他，五品武王，这绝对不是他能抗衡的。说句不好听的，如今邱残风要是准备惩罚于他，他也是只能忍受而不敢反抗。幽冥灯，你说楚风他身为我的弟子，加入我残夜魔宗，为我残夜魔宗的荣辱而战，他有错吗？邱残风盯着幽冥灯问道。没错，幽冥灯低头说道，语调很是没有底气。那你说，楚风他体质特殊，导致残月阵法与他身体不相容，所以无法刻画在其身上，他有错吗？邱残风再度问道。没错，幽冥灯再度低声回道。你大声点！突然，邱残风怒声喝道。没错，他没有错。幽冥灯被吓得身体一颤，甚至向后倒退2步，这才响亮的回道。那你说，他如此优秀，又拔出了封魔剑，理当做我残夜魔宗的宗主，为何还有人苦苦相逼，甚至要斩杀于他呢？此人究竟是有何意图？他到底是怎么想的？邱残风再度问道。邱残风大哥，我糊涂，是我糊涂，不过我也是为残夜魔宗着想啊，你原谅我吧。我若是知道楚风是你弟子，怎么可能怀疑他呢？终于，幽冥灯忍不住了，他受不了这种质问，受不了众人那种目光，竟然当众向邱残风认错。你错了，你的确是错了，但是你对我认错没用，你要向我们的宗主认错。邱残风将目光投向了身后的楚风。这一刻，幽冥灯神色一变，要他对邱残风认错可以，可是让他对楚风认错，这着实有些做不到。因为不管楚风手中是否拿着封魔剑，楚风不管是不是邱残风弟子，不管楚风是否赢得众人之心，可是在他心中，楚风仍然是一个敌视的小鬼，不配做残夜魔宗的宗主。于是幽冥灯深吸一口气，随后说道，楚风的确拔出了封魔剑不假，可若只是这样，便要我认他做宗主，我绝对不会臣服。让我臣服一个比我弱的人，这很难。除非怎样？邱残风问道。除非他能够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让封魔剑认他为主，这才能证明封魔剑真的非他不可，他真的具备统领我等的资格。幽冥灯说道。听得此话，邱残风则是目光微微一闪，不由得将目光投向了楚风。封魔剑高傲无比，乃是王兵之王，想当初魔宗之主实力滔天，却也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得到封魔剑，并且只是勉强的掌握，并没有真正的掌握封魔剑。如今楚风虽然天赋异禀，人尽皆知，但是毕竟修为不足，7品武君的修为能否让封魔剑认主于他，这真的是一个难题。并且也如幽冥灯所说，虽然楚风拔出了封魔剑不假，并且很多人都希望楚风当宗主，这也是真的。可是相信也肯定有人心中有所不服，除非楚风能让封魔剑认主于他，真正的为他所用，否则还真是有点说不过去。师尊，认主而已，这没什么，反正早晚都要认，当着大家的面认，这也无妨。然而楚风却是微微一笑，随后那握住封魔剑的手腕一转，将这把封魔剑缓缓举起，随后意念一动，一缕气息便融入封魔剑中，想要将自己的气息与那封魔剑融为一体，彻底的掌握这把王兵之王。气体入剑，顿时一声轰鸣响起，与此同时，层层暗黑色的气焰如同汹涌的气浪，又似爆发的火山，开始连绵不断的自封魔剑内狂涌而出。一时之间，狼哭鬼嚎响彻天地，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仿佛这片虚空都将要坍塌一般。那王中之王的威势一展无遗，这便是封魔剑，这股威势果然远非王兵可比。而看着楚风周围那早已碎裂的虚空，邱残风也是眉头紧皱，他知道这封魔剑有多厉害，想征服这把剑当真很难。然而就在邱残风担心之际，那肆虐天地的威势竟然急速收缩，并未涌入封魔剑内，而是涌入了楚风的身体之中。最终，那封魔剑所散发出的磅礴气势，竟然尽数进入了楚风的体内，就如同已与楚风合为一体一般。这一刻，所有人都是瞠目结舌，目瞪口呆，一个个的下巴惊掉了一地。因为此时此刻，不只是封魔剑认主于楚风这么简单，就在那磅礴的黑色气焰夹带着狼哭鬼嚎之音尽数涌入体内之际，楚风的气息居然攀升，
从7品武军踏入了8品武军的境界。这种变化曾经出现过一次，同样是在这罪恶峡谷，同样是王兵认主。而对于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却有着一种传说作为解释，那便是臣服于主。臣服于主，封魔剑不仅仅是认主于楚风，而且还是臣服于楚风，这真是不可思议。见到这一幕，所有人都被彻底惊呆了。封魔剑是何物？那可是前任魔宗之主都无法完全征服的王兵。如今楚风不但征服了这件封魔剑，反而让这封魔剑臣服于他，甚至因此而提升了修为。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至少在天赋上，楚风完全超越了前任魔宗之主，强大到让这封魔剑都甘心臣服于他。这怎么可能？这一刻，幽冥灯也是傻眼了，因为见到这一幕后，他当真已是无话可说。我残夜魔宗的诸位弟兄，发什么愣？还不快拜见我残夜魔宗的新任宗主楚风大人！突然，血喜月高声说道。而他此话一出，众人才反应过来，没有人敢有所迟疑，纷纷跪倒在地，一边叩头施礼，一边齐声呼道：“拜见宗主大人！”看了一眼下方那跪拜成群的千万大军，血喜月与傅连生2位护法则是彼此互看一眼，这才同时跪于半空之上，对着楚风师以跪拜大礼道：“拜见宗主大人！”此时此刻，残夜魔宗的成员几乎都已跪拜于楚风，表明了认可楚风为宗主的决心。唯有邱残风与幽冥灯未跪。幽冥灯，你还有何不服？邱残风看着幽冥灯，没有好气的质问道。听得此话，幽冥灯再度深吸一口气，随后便扑通一声跪在半空之上，叩头认错道：“小人幽冥灯有眼无珠，以下犯上，请宗主大人随便责罚，就算赐我一死，我幽冥灯也绝无怨言。”见到幽冥灯此举后，邱残风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转过身来便要对楚风跪下。师尊，您老就免了，我怎能受得了您的一拜？不过还不待邱残风跪下，楚风便将邱残风搀住。宗主大人，在残夜魔宗，师尊也没有宗主大，规矩不能破，否则你日后何以立威？然而邱残风却是微微一笑，随后强行跪了下去。师尊，快请解！见状，楚风赶忙将邱残风搀扶了起来，随后又挥手喝道：“诸位弟兄，快请解！多谢宗主。”听得楚风开口，那残夜魔宗的千万大军这才站起身来。只不过当所有人都起身后，那幽冥灯却仍跪在天际之上，不肯站起。幽冥灯，你也起来吧。楚风开口道：“小人不敢，小人之前对宗主大人不敬，理当该诛，还望宗主责罚，以示惩戒。”幽冥灯一字一句发自肺腑，由此可见，当见识到封魔剑臣服于楚风后，他也是发自内心的认可楚风做他的宗主，知道先前的他是多么愚钝，简直差点斩杀了一位能够带领他残夜魔宗走向辉煌的人。你先前的行为违逆了上代宗主的意愿，的确当诛，不过念在你也是为我残夜魔宗着想，我便给你个机会，让你戴罪立功。楚风高声说道。说话之间，他又走到幽冥灯的身前，不顾幽冥灯可能对他出手的危险，亲自去搀扶幽冥灯，并且搀扶之时还弯腰低头，低声说道：“幽冥灯前辈，如今我残夜魔宗有大敌要对付，应该刀刃向外才是。咱们有本事用来对付敌人，而不应该自相残杀。”听得此话，幽冥灯顿时内心一颤，就连身体也是微微的抖动了一下。他没有再执着的跪着，而是站起后极为诚恳地说了一声：“多谢宗主，小人定当竭尽所能，戴罪立功，不辜负宗主的恩惠。”对于楚风此举，邱残风以及血喜月还有傅连生3人皆是看在眼中，不由满意的点了点头。刚柔并施，让幽冥灯这样的老顽固都臣服于自己。不得不说，他们越发觉得让楚风当宗主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这个年轻人不仅杀伐果断，并且同样心胸宽广，是一个以大局为重之人。事后，邱残风又说了很多加强所有人心中楚风为残夜魔宗宗主的概念，并且开始妥善安排对抗诛仙群岛的事宜。而在这期间，楚风则是握着封魔剑闭关修炼起来。因为楚风发现，当封魔剑臣服于楚风之后，不仅获得了那强大到远远超过其他王兵的力量，更是发现了一种特殊的力量，那是与残夜魔宗众人身上的残月阵法有所关联的力量。楚风觉得，若是利用好这种力量，也许能够制作出一道可以移动的封魔攻杀阵。只要在一定的距离内，他便可以将封魔剑的力量分给残夜魔宗的所有人，让他们的力量得到提升。那个时候，在与诛仙群岛对战，也是多了一份保障。可是，封魔剑很强大，强大到楚风虽然掌握了它，但却无法将它的全部力量发挥。所以，想要将封魔剑那剩余的力量借给残夜魔宗的其他人，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当真是需要一番苦心钻研一番才行。此时此刻，楚风正在罪恶峡谷的某处地宫内闭关修炼，只不过这个修炼可并非是增强楚风自身的修为，乃是将封魔剑的力量得以极限的发挥。至于这个修炼的方法也很简单，那便是在楚风的掌心刻画一道阵法。封魔剑与银龙枪还有修罗鬼斧一样，以认主于楚风，与楚风的肉体同存，可以随着楚风的意念转动，从楚风的体内祭奠而出，在使用之前便一直存放在楚风的体内。所以楚风在他的右掌之中刻画一道阵法，只要这道阵法刻画成功，便可以在握住封魔剑之时，让封魔剑的力量散发出去，根据楚风的意念，随心所欲地分配给残夜魔宗的成员。也就是说，这道阵法为楚风所控，楚风想将这个力量分给谁就分给谁，他可以分给残夜魔宗的任何人，但同样的，也可以分配给残夜魔宗的所有人，可以分配给个体，也可以分配给群体。应该差不多了。终于，最后一笔落下，一道看着不起眼，但却蕴含着无尽玄妙的阵法出现在了楚风的掌心之上，若隐若现，很是神奇。哈哈，楚风不错，你这家伙还真是很有才能。
竟然还真的将这阵法给研究出来了。依我看，这道阵法所蕴含的威力，比那封魔攻杀阵还要强。待你将其开启，那对残夜魔宗众人的战力将是质的提升。其实那些平庸之辈也就算了，主要是对邱残风等武王的帮助，毕竟他们才是大战之时最强的战力。见楚风钻研的阵法终于成功，但这位女王大人也是忍不住夸赞起来。这些时日，他一直伴随楚风身边，见证了楚风从无到有，潜心研发这道阵法的全过程。可以说，他亲眼见到楚风是如何发挥出自己那对结界之术的才能。我如此有才能，要不要考虑嫁给我？楚风笑眯眯的道：好啊，只要你不怕新婚之夜，本女王把你那个剪掉，你就娶本女王试试看呀。淡淡小手掐腰，一脸坏笑的道。而听得此话，楚风则是颇为无言，他就知道这女王大人可不是那么好调戏的。然而就在这时，楚风却发现这闭关门口处的阵法正在微微闪烁，这说明是有人来找他了。见状，楚风赶忙打开此门，而当门打开之后，3道熟悉的身影也是走了进来，乃是玄霄超、幽童寒还有扶风明。拜见宗主大人。进来后，玄霄超3人相视一笑，便一同对着楚风施礼说道。而这些时日，他们3人也已经不是第一次来看楚风了。楚风也曾提出过，在没有人的时候称呼他楚风即可，不必宗主的叫着。可是奈何他们3个却是屡教不改，到后来倒是楚风妥协了，干脆任凭他们怎么叫，自己也不管了。反正在楚风的心中，他们3个是自己的大哥。不过此刻楚风的阵法凝聚成功，见到他们3个，楚风自然高兴，所以赶忙开口道：3位大哥，快，你们3个站好。楚风直接将门关闭，随后便让他们3人整齐地站成一排，还不待他们说什么，掌心光芒一闪，那封魔大剑便出现在了右手之上。封魔剑一出，楚风的右手的光芒不但没有消退，反而再度发出微弱的光芒。与此同时，一层无形的波动横扫而过，当掠过玄霄超3人之际，3人顿时眼前一亮，面容大变。宗主大人，你成功了！你成功的将攻杀阵移植到了自己的手上。这一刻，3人皆是忍不住惊呼起来，因为他们3个能够感觉到自己此刻的气息提升了多少，这简直比当初封魔攻杀阵开启时对他们的帮助还要大。这说明楚风真的成功了，他不仅自己掌握了封魔剑的力量，更是能够将封魔剑的力量分配给他们。看样子是成功了。楚风笑着点了点头，哈哈，太好了，宗主大人，我对你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这种手段，据说前任宗主也曾想过，并且也尝试着做过，但是却没能成功。想不到他没做到的事，你居然通通做到了。这一刻，幽童寒爽朗的大笑起来，发自内心的高兴。是啊，有着这种手段，我们若真与诛仙群岛开战，也是多了一份胜算啊。就连向来沉稳的扶风明，此刻也是连连点头。而对于他们3人的这种反应，楚风倒也能够理解。试问此刻的他又如何不是非常激动？毕竟他现在是残夜魔宗的宗主，而如今他也总算能够真正意义上的帮到残夜魔宗众人一点小忙了。对了，3位大哥，你们从不会无缘无故找我，今日找我又是何事？是不是备战之事已经全部安排妥当了？楚风笑着问道。虽然玄霄超他们与楚风关系很是不错，但是他们如今却从来都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每次来找楚风都是向楚风汇报情况的。这些时日，楚风一直在闭门钻研这道攻杀阵法，当起了甩手掌柜，所有事情都交给邱残风来管理。不过邱残风毕竟是残夜魔宗的大护法，管理残夜魔宗之人也是手到擒来，轻松得很。这段时日便一直部署攻打诛仙群岛之事，在邱残风前辈的安排下，一切已经准备就绪，只要你一声令下，我残夜魔宗千万大军随时可以出征。不过今日来找你，可并不是因为这件事，而是一位重要的客人来了。玄霄超道，重要的客人。听得此话，楚风一愣。诛仙群岛的第一仙，玄霄超低声说道。走。而听的是第一仙来了后，楚风顿时目光一闪，眼中涌现出一抹惊喜之色，二话不说便打开殿门向外行去。因为如今的他们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而第一仙便是楚风等人苦苦等待的东风。在玄霄超3人的带路下，楚风很快来到了一座浮空宫殿。这座宫殿是由邱残风亲自打造的，是筹备战事的重要场地，连玄霄超3人都没有进入的资格。不过身为宗主的楚风，如今凡是残夜魔宗的领地，自然没有他不能进入的地方。进入此处，楚风发现邱残风、血喜月、傅连生还有幽明灯这4位护法都在，而除了他们4个外，还有2个熟悉的身影，那便是秋水福烟与太寇。不过还有一道陌生的身影，楚风从未见过，这是一位老者，气息浑厚，乃是4品武王，但是他的脸上却尽显憔悴之容。很显然，他便是诛仙群岛的第一仙。第一仙看到楚风后，神情很是怪异，尤其是那种目光更是怪异，就像早就认识楚风一样。甚至楚风发现，第一仙看待楚风的目光之中，竟然还隐藏着一抹不易察觉的忌惮，这让楚风很是疑惑，因为他想不出自己什么地方让这样一位人物心生忌惮。你们全都出去，我要单独与楚风说话。仔细打量了一番楚风后，第一仙这才开口道：那可不行，若是你对我家宗主不利，那可怎么办？只不过他此话刚出，便被幽明灯开口拒绝。宗主已经坐上了宗主的大位吗？而听得此话，第一仙则是颇感惊讶，但还是毅然的说道：要想谈此事，你们就都出去，否则免谈。这一刻，血喜月有些不悦，张嘴便想要发火。你们全都出去吧。而就在这时，楚风却是开口了。楚风。这见状，秋水福烟也是赶紧对楚风使以眼色，暗示楚风不要如此草率，第一仙还是很危险的。无妨，各位前辈，你们先出去吧。我觉得第一仙前辈
是真心想与我们合作的。楚风淡淡的笑道，脸上尽显从容。罢了，既然宗主都开口了，我们还是听从宗主的话，先出去吧。见楚风执意如此，邱残风也是开口劝道：“这那好吧。”见状，幽明灯也是勉强的点了点头。虽然当初他对楚风很是不满，不惜一切也要置楚风于死地，但是自从楚风做了宗主后，他对楚风的态度却是180度的大转弯，成为了最忠诚的仆人之一。因为他是被楚风的天赋所折服的。第一仙，你若是敢对我家宗主不利，我会让你生不如死。但是哪怕如此，血喜月等人临行之前，还是不忘了狠狠地警告第一仙一句。警告之后，这才走了出去。第一仙前辈，虽然当初我们为敌对之事，但是对于亚妃之事，我仍感到很是抱歉。众人离开后，楚风对第一仙施以一礼，表示歉意。他相信第一仙应该与亚妃见过面了。尽管如今的亚妃只是神识，但亚妃若是苏醒，也具备记忆，也许已经说过慕容寻斩杀他的事情，也应该说过楚风对亚妃做过的事情。不用说了，一切都是慕容寻的错，与你无关。我今日来此，只是想问你一件事：若是我帮你们对付了诛仙群岛，你们真的能够帮助菲儿重新凝聚肉身，真的能够让他复活吗？第一仙很是凝重地问道，并且问这番话的时候，他紧紧地盯着楚风，目光中充满了渴望。实不相瞒，亚妃肉身已废，根源已断，其他人的身体恐怕不能相容，随随便便打造一座肉身，也很难让他的神识与新肉身合为一体。自古至今，肉身破碎，神识残存之事数不胜数。但是若那么容易便可重塑肉身，从而复活，那也就不存在死亡之说了。说实话，晚辈不能保证让亚妃真的重生，但是不可否认，缥缈仙锋上有着很多不为人知的玄妙手段。既然仙姑这么说了，也许她真的有办法能帮助亚妃。楚风如实说道：“我可怜的菲儿啊！”而听得此话，第一仙则是长叹一声，脸上的愁容越来越浓。不过最终他还是说道：“楚风，我会帮你，不过我只是帮你到达玄宫石碑，能不能修成那玄宫是你自己的事，与我无关。另外，就算慕容寻对菲儿动了杀手，但我也不会杀他。同样，我也不会杀诛仙群岛的一人一物。我可以背叛诛仙群岛，但是我不会杀诛仙群岛的人。多谢前辈。”而听得此话，楚风则是内心窃喜。尽管第一仙在诛仙群岛内身份超然，但是从他的一言一行来看，楚风觉得对方不像是在欺骗他。为了亚妃这个心爱的孙女，他是真的准备帮助楚风。此事定下，楚风便立即将邱残风等人叫了进来，开始商讨对付诛仙群岛的具体事宜。当然了，商讨这些事的时候，还是将第一仙请了出去，由太后陪同。虽然第一仙已经答应帮助楚风他们，但是楚风能够看出他对诛仙群岛不管有多狠，但出于良心，仍不忍心对诛仙群岛动手。所以当他们计划如何对付诛仙群岛之时，自然也是不让他听到魏苗，否则就算他能够接受，心中也难免会有些罪恶感。楚风，来的路上，我们听到了2个消息，我觉得必须要告诉你。突然，秋水浮烟说道：“浮烟姐姐，什么消息？”楚风问道。前段时日，是在东方海域风鱼大陆上出现了异象，本是炎炎夏日的风鱼大陆上空，竟然冰雪满天，寒意逼人。不过那冰雪却只是盘旋天际，并未下落，覆盖数千里，异常惊人，甚至还有宛如野兽的咆哮自那冰雪之中传出。秋水浮烟道：“天现异象，难道说又有神体降临吗？”血喜月问道：“不清楚，但是据说天赐神体降临之时会有所提示，不过那异象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没人知道它预示着什么。不过我东方海域出现的异象从始至终就那么几次，突然出现这样的异象，总觉得很不寻常。”秋水浮烟道：“的确很不寻常。浮烟姐姐，那第2个消息呢？”楚风开口问道。“第2个消息，在如今的东方海域已不算是秘密，相信很快便会传遍东方海域的各个角落。那就是过些时日，在缥缈仙锋上会举办一场盛大的婚礼，而那新娘便是楚风的未婚妻紫菱。”秋水浮烟道：“慕容寻要提前与紫菱举办婚事。”听得此话，楚风顿时瞳孔猛然一缩，双拳紧握，显得有些不太镇定了。因为紫菱对他来说实在太过重要。不，这并不是慕容寻与紫菱的婚礼。然而秋水浮烟却是摇了摇头。“那是谁的？”楚风问道。“是紫菱与江七杀的。”秋水浮烟道。“什么？江七杀？”听得此话，楚风也是不由吃了一惊。但是仔细想想，倒也能够想通。紫菱美貌惊人，并且是天赐神体，江七杀贪恋紫菱的美色，这也无可厚非。只是那淡台雪明明曾威胁过江七杀，不得对紫菱等人乱来。如今江七杀竟然如此公然地迎娶紫菱，这也未免太猖狂了一些，甚至可以说这是不合乎常理的，因为这简直就是在对淡台雪进行挑衅。莫非这是一个陷阱？一番沉思之后，楚风淡淡的道：“是不是陷阱？你们看看这个就知道了。”秋水浮烟说话之间，将几张请柬分别递给了楚风等人，而那正是江七杀邀请东方海域各方势力的请柬。打开请柬之后，楚风的眉头皱得更深，因为那请柬上的内容当真是让人又气又愤。这江七杀不仅公布了自己是来自5支圣土咒土门的弟子，更是公布了紫菱是因为体内有特殊药物恶天丹，所以才导致天赋受限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江七杀还在请柬上明确说明，紫菱心爱之人乃是楚风，但是因为楚风无能，无法帮助紫菱驱除体内的恶天丹，他于心不忍，所以便决定迎娶紫菱。待得2年之后，紫菱身上的恶天丹大成之时，他便夺得紫菱的天赐神力，让紫菱做个寻常人，真是混账。看过请柬，幽明灯勃然大怒，不但将那请柬丢出，更是将店内的桌子砸成了粉碎。这个江七杀的小子真是活腻了。至于血喜月，
同样是气得咬牙切齿，那个模样恨不得扒了江七杀的皮。经过这些10日的相处，邱残风也是对他们说了一些事情，所以他们都很清楚紫菱与楚风的关系。楚风如今乃是残夜魔宗的宗主，而紫菱也就形同于残夜魔宗的宗主夫人。如今那江七杀竟然公然宣布迎娶紫菱，还宣布迎娶紫菱为的是紫菱身体内的天赐神力，这也未免太过分了一些，着实叫人不能忍。看来这当真是个陷阱无疑了。不过相比于幽冥灯，楚风倒是显得颇为平静。可是他就算引诱你，也不至于这样吧？这也未免太过分了一些。谢喜月也是愤恨地说道：“不，他不是引诱我，在他心中，我根本不算什么障碍，根本不必因为我而大费周折。”楚风摇了摇头：“那是引诱谁？”谢喜月等人皆是不解。一个如江七杀一样，同样来自5之圣土的人，楚风说道：“楚风，你的意思是淡台雪对吗？”秋水浮烟问道：“我能够感觉到江七杀还是很忌惮淡台雪的，他很怕淡台雪对狂百年不利，而他这么做，无非就是想逼淡台雪出现罢了。”楚风说道：“那么你觉得淡台雪会出现吗？”秋水浮烟问道：“不清楚。淡台雪当初说过他会对付江七杀，但是也说过若是对付江七杀会前来找我，但是时至今日他却一直未曾联系过我。我相信他会对付江七杀，但那定然是他觉得时机成熟之时，而现在他一直未曾联系我，这多半说明时机还不成熟，他还没有十足的把握击败江七杀，所以这就很难办了。虽然他答应过帮助我们，但是毕竟我们没有什么交情，他不是傻子，应该不会因为帮助我们便以身犯险。同样的，江七杀之所以这样做，正说明他担心自己师弟的安危，所以就算淡台雪不现身，他应该也不会对紫菱他们不利。紫菱他们暂时都是安全的。楚风分析道：“那我们要怎么办？难道继续坐以待毙？”血喜月很是不甘地说道：“不管那江七杀引诱的是谁，但是紫菱是我的爱人，我绝不允许她嫁给任何人。”楚风摇了摇头：“宗主，那你的意思是？”这一刻，傅连生也是开口问道。与此同时，所有人的目光都凝聚在了楚风的身上。大婚之日，抢亲杀人。楚风淡淡的道：“好，就这么定了。若不给他们一点颜色，他们还真当我残夜魔宗好欺负。”而听得此话，血喜月与幽冥灯等人皆是大喜。与此同时，楚风的眼中也是闪过一抹异常冰冷的寒意。虽然他得知江七杀想要迎娶紫菱之事，表现得很是冷静，但这不代表楚风不愤怒。事实上，刚好相反，楚风对这江七杀早就恨之入骨，而他敢对紫菱有想法，那就更是形同犯了死罪。楚风非杀他不可，确定计划立即施行。就在当日，楚风便亲自调动残夜魔宗大军，离开罪恶峡谷，向诛仙群岛如今的所在地缥缈仙峰行去。因为他们不能动用远古传送阵直接传送到缥缈仙峰，所以必须提前出发。他们要绕路，悄悄地潜入到缥缈仙峰，准备在大婚之日，东方海域各方势力尽在的时候，给予诛仙群岛以及江七杀一个惊喜。事实上，自从诛仙群岛攻下缥缈仙峰，将缥缈仙峰设为总部的消息传出后，就已经轰动了整座东方海域。而如今江七杀宣布自己来自5之圣土，并且还要迎娶紫菱的消息传出后，更是震惊了所有人。紫菱是谁？天赐神体，楚风的爱人。不，这并非全部。众所周知，紫菱还是慕容寻的未婚妻，是与慕容寻有婚约的人。可是如今江七杀竟然宣布要在诛仙群岛的地盘上迎娶慕容寻的未婚妻，这简直就是公然在打诛仙群岛的脸。但是这件事却是诛仙群岛一手操办，并且就连邀请各方势力的请柬也是诛仙群岛发出的，这便说明了一个问题：诛仙群岛已经臣服于江七杀，或者说诛仙群岛已经效忠于江七杀所在的势力纣土门。但不管是怎样，这都是一场不容错过的好戏。所以东方海域各方宗门都在向缥缈仙峰赶去，莫说是收到请柬的人，就连那些没有收到请柬的人也在前往，想去凑个热闹。在各方人马都在前往缥缈仙峰之际，有着千万大军也是悄然地混了进来。他们乔装打扮，从海中而行，正是楚风所率领的残夜魔宗。只不过对于他们的到来，却没人知晓，因为他们此刻全部在海底深处，围绕在一座圆形磐石周围。宗主，你确定缥缈仙姑所说的大阵就是这里吗？看着那道磐石，幽冥灯眉头微皱，有些怀疑。好说歹说，他也是四品武王，一位金袍界灵师，可是却根本看不出来这座磐石有何特殊之处，就是此阵无疑。楚风微微一笑，很是确定的点了点头。事实上，要不是拥有天眼，他也找不到这座阵法，因为这座阵法实在太隐秘了。可是哪怕楚风如此确定，幽冥灯甚至在场的很多人也都有所怀疑，因为这座磐石当真是怎么看都不想像是一座能够容纳千万人来催动的磅礴大阵。师尊，这座阵法就由您来开启吧。楚风再度一笑，且后面的话以传音的方式传达给了邱残风。听得楚风之话，邱残风顿时眼前一亮，随后踏步站出，对着那磐石布置了一道开启阵法。而当那开启阵法运转之后，那看似寻常的磐石顿时金芒四射，并且那金芒很快汇聚成了一道大阵，将残夜魔宗这足足千万人笼罩在了其中。无数符咒奔走之间，一层一层奇异的力量也是在这阵内游走。这竟真的是一座大阵，太了不起了！见到这座大阵，几乎所有人都是大吃一惊，脸上浮出惊骇之色，因为此时此刻他们都能够感受到这座大阵所蕴含的力量，也了解了这座阵法的玄妙之处。哪怕是邱残风这样的人物，也是忍不住赞叹道：不愧是缥缈仙姑，这等手笔
真不是寻常人能够做到的。这乃是缥缈前辈用了几百年时间打造的阵法，说是耗费了他一生的心血也不为过。这座阵法与当日将七杀所施展的千万伏兵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却要更为厉害一些。只需借助我残夜魔宗众人的一点力量，便可化作与我们一样强的战士，为我们所控。等到大婚之日，慕容命天以及将七杀肯定会出来招待各方来客，那个时候你们便催动着大阵攻打缥缈先锋。而大军来袭之时，就算将七杀和慕容命天能够抵挡，但也肯定不会顾及缥缈先锋内部。我便与第一仙趁那个时候去玄宫石碑修炼仙转玄功。楚风说道：“可是宗主，就算这大阵再厉害，却也无法攻陷缥缈先锋，最多是在短时间内让缥缈先锋措手不及罢了。而那仙转玄功显然不是那么好修炼的功法，这么短的时间，万一你被发现可怎么办？”幽明灯等人不太放心，仙转玄功自然不是那么好修炼的功法，但是我想他也没有难倒，让我无法修炼成功。缥缈仙姑曾与我说过，那仙转玄功的修炼难度，我若没有估计错，半日之内我便可修炼成功。楚风说道：“半日。”而听得此话，幽明灯皆是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半日够了，如若不然，我的紫菱恐怕就真的要成为他人的娘子了。楚风淡淡一笑，但是嘴角却挂着自信的微笑。那好吧，一切听从宗主安排。见状，幽明灯人不再迟疑，诸位，那这里就全靠你们了。若是此役能够获胜，你们都是功不可没的功臣，我楚风定会报答你们。楚风很是感激，他感激着千万余人愿意为他卖命。宗主必胜，魔宗必胜！突然有人高呼一声：“宗主必胜，魔宗必胜！”紧随其后，所有人都开始高声呼喊起来，以此宣示他们为楚风效忠的决心。对于这样一幕，楚风没有丝毫责怪。虽然此处已是缥缈先锋的地盘，但这海域非常之深，并且事先他们已经布置好了隐藏结界，就算这些人呼喊的再大声，也不会有外人听见。不过他不得不承认，看到这么多人愿意为自己而战，楚风不只是感激，同样很是感动。事后，楚风也不犹豫，身形一纵，便来到了第一仙的身旁。而第一仙则是目光闪烁，颇为难以置信的道：“本以为你能坐上残夜魔宗的宗主，是靠你的师尊秋残风，不过今日一见，我似乎错了。”对于第一仙的话，楚风则是微微一笑，随后道：“走吧。”之后，楚风便吞下了那颗缥缈仙菇为他准备的易容丹，改头换面之后，装作第一仙的一位仆人，与第一仙一同前往了缥缈先锋。来到海面之上，楚风见识到了从未见过的热闹场面。如今的缥缈先锋境内，不仅打造了数座宫殿，更是人满为患，天空之上到处都能够看到人影。粗略估算，起码上亿人，而这上亿人有90%是东方海域的其他势力。他们来到此处，无非就是来凑热闹的。因为如今的缥缈先锋可谓来者不拒，不管是什么实力、什么身份、什么地位，只要是来到此处的，都会好吃好住，以上宾之礼招待。你诛仙群岛也真不简单，把本属于自己的未来媳妇嫁给他人，竟然也搞得这么隆重。见到这样一幕，楚风忍不住对第一仙讥讽道。而这一刻，倒是换作第一仙淡淡一笑，随后对楚风说道：“再隆重又如何？反正你又不会让这场婚礼顺利举办。”话罢，第一仙便身形一纵，加快了向缥缈先锋飞掠的速度。而楚风也是淡淡一笑，同样身形一纵，跟随第一仙的步伐飞掠了过去。有着第一仙这位大人物开路，哪怕是如今被诛仙群岛占领的缥缈先锋，也是一路畅通无阻。楚风轻而易举的便进入了缥缈先锋之内。虽然楚风进入了缥缈先锋之内，但是他却不能去看紫菱他们，也不能去那玄宫石碑。事实上，他根本不可以到处走动，只能够在第一仙的住所休息。所有事情都要靠第一仙去办，所有的消息都要靠第一仙去打探。而这种情况下，若是第一仙居心叵测，现在想置楚风于死地，那简直轻而易举。但是楚风却没有任何忐忑与不安，并非楚风相信第一仙，而是楚风相信第一仙与亚妃之前的亲情。为了亚妃，第一仙不会出卖楚风。可是楚风这一等，竟然等了足足10日时间。虽然这段时间没有人来这座宫殿找过楚风的麻烦，但是第一仙却一直没有回来。这样的情况使得本是淡定的楚风也是开始有些不安了。因为算一算时间，明日就是紫菱与将七杀举办婚礼的日子，如今第一仙还没有回来，莫非是发生了什么变故？不过就在楚风担心的坐立难安之际，那紧闭的殿门却是被人打开。与此同时，一道熟悉的身影也是走了进来。此人正是第一仙。第一仙前辈，你总算回来了，怎么去了那么久？见到第一仙，楚风那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而靠近后，他才发现第一仙浑身酒气，应该是喝了不少酒才是。我与老祖还有岛主许久没见，他们招待我，我也不好推辞，酒宴不散，我根本不能走。不过你放心，你要的东西我帮你搞到了，这便是通往玄宫石碑的结界钥匙。第一仙说话之间，将一把结界钥匙拿了出来，随后又道：“只不过老祖似乎很重视那玄宫石碑，若不是我为先导立下功劳无数，根本不会赐予我这把结界钥匙。就算赐给我了，也不允许我带任何人上去，只可以我一个人上去修炼。其实这倒不是什么问题，明日婚礼之日，你残夜魔宗的人也就会来捣乱了，到时候势必会大乱。趁乱带你去那玄宫石碑，倒也不难。可是我今日特意先去那玄宫石碑看了一眼，并且还找到了那仙转玄功，甚至还尝试性的修炼了一番。但是我却发现那仙转玄功太难修炼了，就算入门也需要1年半载。而如今情况这么紧急，你怎么能够修炼的成功？第一仙前辈是怕我失败？”楚风笑着问道。“怕，当然怕。已经走到这一步，那就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第一仙点了点头，前辈放心，此次虽然是一次赌局，但是我也并非完全没有把握。不管那仙转玄功有多难，半日时间绝对足矣。楚风很是自信，连那种寻常人不可能修炼成功的地境苍冥斩，楚风都掌握了，又何况是已经有人修炼成功的仙转玄功？看来传闻不假，你真是一个妖孽！诛仙群岛不该与你为敌。见到这样的楚风，第一仙颇为感慨的长叹一声：“前辈，可有紫菱他们的消息？他们如今怎么样了？”楚风问道：“因为这是他如今最关心的事情。你放心，莫说是紫菱他们，就算是这缥缈仙锋的人都过得很好。那江七杀有所忌惮，不敢动他们。而如今的诛仙群岛也已然成为了江七杀的傀儡，自然不敢违背江七杀的意思，对紫菱他们不利。”第一仙道。而听了这番话后，楚风便更加放心了。他不由得走到窗前，看着那满天的繁星，心中却又开始变得复杂起来。大战前夕总是格外宁静，可是楚风的心却无法平静。虽然楚风有着一定的把握，但是未来总是充满着变数，有些事情不是他能够左右的。在这种关键时刻，楚风也怕，他怕输，他怕败，因为那不仅仅代表着他的死亡，还代表着残夜魔宗千万弟兄，代表着紫菱等至亲之人与他一同死亡。可是如今，楚风还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还不知道是谁在他的体内封印了蛋蛋，还有另外一只强大的戒灵，所以他才怕，因为他若死了，一切谜团全都无法揭晓，所以这场战斗他必须赢。与此同时，在慕容命天的居住之所，江七杀也在这里。这是什么？慕容命天看着江七杀手中递过来的几颗丹药，眉头不由微微皱起，因为这些丹药很特殊，上面刻画着无数道细小的符咒，最主要的是这些符咒仿佛具有生命一般，居然在缓缓蠕动。此乃我咒土门的宝贝，叫做符丹。这副丹炼制了数年才能成型，虽有着与禁药同样的功效，但却只是有着微弱的反噬而已，并且它的药效要比寻常禁药强横得多。江七杀解释道：“你为什么把这样的宝贝赐给我？”慕容命天很是不解地问道。因为江七杀的这番话就已经告诉他，这颗所谓的符丹几乎是一件无价之宝，不因别的，只因为它蕴含着比禁药还要强大的功效，但却只有着微弱的反噬之痛，就已经说明了一切。明日那个妖女会来，那妖女没那么好对付，我需要你帮我。”江七杀说道。“你是说那个蛋台雪？她不只是一个九品武君吗？一个九品武君你也怕？这不是你的性格吧？”慕容命天很是不解的道。当初的他的确是九品武君，不过今时不同往日，还记得前段时间的异象吗？那异象是他突破所致，我若没有猜错，他已经踏入了武王境。江七杀解释道。那异象是他所致，这样说来，莫非他是天赐神体？慕容命天略显惊讶。没错，他的确是天赐神体。江七杀点了点头。就算是天赐神体，如今也只是一品武王罢了，你至于这么紧张吗？慕容命天轻笑道。可是这一刻，江七杀却是微微一笑，但是他的这抹笑容却是异常诡异。随后对慕容命天问道：“你见识过真正的天赐神体吗？”